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、黄晓明强联手，未播先火的年代大剧，阵容堪称演技天花板。赵丽颖这位当红顶流女明星，她是风吹半夏里霸气冷艳的女老板许半夏，也是花千骨里可爱灵动的小骨，每一个角色都塑造得让人印象深刻。这一次，赵丽颖与黄晓明一起合作新剧《造成者》，光是看完预告片，我就迫不及待想要追了。《造成者》这部剧由赵丽颖、黄晓明、陈明昊、朱媛媛领衔主演，更有秦俊杰、耿乐、于艾蕾等多位演员实力助阵。这么多优秀的演员共同出演，让这部年代剧增添了不少质感。尤其是黄晓明与赵丽颖的合作，更像是某种别样的隔空 CP。 赵丽颖是新《还珠格格》里的晴儿，黄晓明是《还珠格格》第3部里的萧剑。虽然他俩并未出现在同一部剧里，但是这可是官配 CP， 怎么说也算是隔空合作了。然而这一次，赵丽颖和黄晓明终于在《造成者》里正式见面了，那种年代感扑面而来。《造成者》这部剧讲述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李秋平、郑德成这些基层人员带领着农民一起建造现代化城市的故事。脚下的这片土地原本是一片滩涂，在这些普通人的努力下，终于发展成了一座现代化都市。所有人靠汗水书写了华丽的篇章。在《造成者》这部剧里，赵丽颖扮演女主角李秋平，一个踏踏实实干实事的基层人员，拥有智慧与倔强的个性。与好搭档黄晓明一起构建了不一样的城市发展之路。这些年来，赵丽颖早就彻底撕掉了甜妹的标签，蜕变成了一位干练的女强人。许半夏就是最好的例子。黄晓明这一次真是让无数网友彻底改观。以前他始终扮演油腻霸总的形象，没想到这一次在《造成者》里，黄晓明扮演基层人员郑德成，朴素真实，踏实肯干，带领着农民一起创造新生活。放下偶像包袱的黄晓明，果然眼神里都是戏。除了黄晓明、赵丽颖之外，女演员朱媛媛也参演了《造成者》这部剧。严格来说，《造成者》这部剧是朱媛媛的生前遗作。拍这部戏的时候，就连剧组的演员们都不知道她生病了，根本看不出她当时正在与病魔抗争。朱媛媛在《造成者》里扮演高雪梅，烫着卷发，卷起袖子打拼的样子，真的把这个角色的坚韧展现得淋漓尽致。生活中的朱媛媛也是一位坚强的女演员，即便生病多年，她从不向外界透露一丝病情，也不想让别人担心。朱媛媛生前的作品有很多，像贫嘴张大民的《幸福生活》、《我的姐姐》等等都是她的代表作。如今《造成者》这部剧杀青不到1个月，朱媛媛就永远的离开了我们。如今再看她的镜头，每一个微笑都成了观众心里最柔软的刺，让人久久不能忘怀。除此之外，实力派演员陈明昊也在《造成者》里出演重要角色。他是《漫长的季节》里的马德胜，也是《扬名立万》里的陆子野。虽然都是配角，但是都让人印象深刻。《造成者》这部年代剧目前还未开播，相信很快就会和观众见面，一起期待吧。赵丽颖、黄晓明强联手，未播先火的年代大剧，阵容堪称演技天花板。当这一消息传出时，几乎立刻点燃了无数观众的期待。赵丽颖作为近年来口碑与流量双丰收的女演员，她的每一次转型都能引起大众的热议。从古装剧到现实题材，从励志女性到时代人物，她用演技和角色的选择不断拓宽自己的戏路。而黄晓明则是荧幕上的老熟人，经历过无数作品的锤炼，他早已从偶像派蜕变为实力派，凭借着成熟的演技与丰富的人生阅历，为角色注入更厚重的质感。当这2位演员在年代大剧中相遇，观众自然会对故事的张力、人物的碰撞以及作品所能传达的深刻主题充满遐想。近几年，年代剧在荧幕上逐渐回潮，它不同于古偶剧的浪漫氛围，也不等同于当代都市剧的快节奏，
它更像是一种穿透时间的镜头，把观众带回到那个风云激荡、百转千回的年代。观众看年代剧，除了追逐剧情本身，还希望从人物的命运中体会时代的印记，从角色的坚持与挣扎中汲取力量。而赵丽颖和黄晓明的联手，恰好把观众对人物厚度的期待与演员的实力相结合。未播先火，这不仅是因为演员本身的影响力，更是因为大家对这部剧所能承载的深层价值的期许。赵丽颖的演艺道路一直以来都充满了坚韧与突破。她并非科班出身，却凭借不懈的努力，从一个不起眼的小配角一路走到今天的女主地位。她的角色总是带有一种鲜明的生命力，无论是早期的傻白甜，还是后来的坚毅女性，她都能通过细腻的情感处理让角色变得真实可信。尤其在近年来，她不断选择更有挑战的角色，像是展现女性成长与独立的现代剧，或者展现时代转折的影视作品。观众期待在这部年代大剧中看到赵丽颖更为深沉、更具张力的演绎，也希望她能带来另一种成熟而厚重的表演风格。黄晓明则是一位经历过演艺事业起伏的演员，他年轻时因帅气的外表而被贴上偶像派的标签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不断尝试打破固有的评价。在综艺节目和一些现实题材影视剧中，我们看到了他逐渐沉淀下来的稳重感。他懂得如何把握人物的复杂性，懂得如何在细节中展现力量感。尤其是在年代剧这种对演员功力要求极高的类型中，他的经验与阅历将成为一大亮点。观众期待看到一个不一样的黄晓明，一个能真正通过角色去触动人心的黄晓明。这部剧之所以未播先火，还在于全员实力派的阵容。除了赵丽颖和黄晓明之外，还有朱媛媛等一批备受认可的演员。朱媛媛一直以扎实的演技与温暖的形象受到观众喜爱，她的出现让这部剧更添厚重感。全员实力派意味着观众不用担心脸谱化表演，不用担心某个角色成为短板，而是可以期待看到一个群像式的年代大戏。这样的作品往往更具吸引力，因为它能通过多条人物线索，展现时代的全貌，勾勒出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命运交织。从行业角度来看，一部年代剧能否成功，除了演员之外，编剧与导演也起到关键作用。如果编剧能够深入把握时代背景，赋予人物鲜明的灵魂，那么演员的演技就能得到充分释放。而导演的视野与调度，则决定了作品的整体质感。年代剧的难点在于，既要真实再现那个时代的氛围，又要让现代观众产生共鸣。如果只停留在表面的怀旧，就很容易失去厚度。但如果能将人物的成长、家国的变迁、个人与时代的矛盾融合在一起，就能达到艺术与现实的统一。观众之所以对这部剧未播先火，正是因为看到了剧方在阵容和质感上的用心。在当今影视行业中，未播先火既是好事，也是一种压力。好事在于观众已经对作品投入了情感期待，提前积累了话题度。但压力在于，一旦作品播出，任何小瑕疵都会被放大，观众的期待如果落空，口碑就可能反噬。因此，对赵丽颖、黄晓明以及整个剧组来说，这不仅是一份荣耀，更是一份责任。他们需要用真诚与实力去回应观众的热情，用作品本身去证明这份期待是值得的。观众为什么如此期待这部剧？从根本上来说，是因为大家渴望看到真诚的作品。如今快节奏的娱乐环境中，很多剧集追求的是流量与话题，而忽略了内在的品质。而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他们希望看到的不仅是光鲜亮丽的外表，而是真正能打动人心的故事。赵丽颖与黄晓明的联手，就是一种品质的保证。他们的经历与成长让他们能赋予角色更深层次的内涵，这种真诚是无法伪装的。从讨论到这里，我们能看到，这部未播先火的年代大剧承载着多重意义。它不仅是对演员演技的一次考验，
也是对整个行业创作水准的一次检验。它让我们看到了观众对好作品的渴望，也提醒创作者不要忘记初心。在越来越多类型剧涌现的当下，年代剧的回归与升温，代表着人们希望从荧幕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历史共鸣。这种共鸣不只是对过去的怀旧，更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照见。结论上来看，赵丽颖与黄晓明的强强联手本身就是一次信号，一种让观众对作品质量充满信心的信号。魏波鲜火的背后，是观众对他们实力的认可，对阵容的期待，对内容的渴望。而最终能否赢得掌声，还是要落在作品本身上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这部剧会带来震撼与感动，因为它集合了当下观众最需要的元素：真诚、厚重、共鸣。最后，想要对观众说，在等待这部剧的过程中，不妨保持一份耐心和期待。好作品需要时间去打磨，需要演员与主创们的心血去堆砌。作为观众，我们的期待与关注就是对他们最大的鼓励。而在这份等待中，我们也许能重新思考，为什么我们如此期待年代剧？或许是因为在那些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中，我们看见了自己的坚韧与勇气，看见了时代赋予每一个普通人的不凡。当这部剧与我们见面时，让我们以一颗真诚的心去接纳它，去发现角色背后的力量，去感受那个时代的温度。毕竟，好剧不只是娱乐，它更是一种精神的力量，一种让人心生共鸣的存在。王一博生徒翻车，场内逆袭惊艳全场，这一季巴黎真正的赢家。2025秋冬巴黎时装周，生徒逆袭与镜头挑战并存。王一博自信翻盘，刘诗诗松弛优压，热巴复古法式稳赢，张若楠红裙惊艳。时装周不仅是 T 台，更是镜头、灯光与风格的角力场。真正留下的是那些懂得与品牌对话的人。2025秋冬巴黎女装周刚落幕，话题却没散。有人靠生徒逆袭，有人被镜头压矮，也有人穿回了20岁的脸。这一季的时装周是镜头、光线、情绪和品牌话语共同拉扯的一场征战，没那么梦幻，也更真实。先把脉络摆清楚，品牌需要热度，明星要资源，巴黎时装周是彼此成就的地方。今年大秀排得密，87场走完，社交媒体讨论量破2-3亿，明星造型相关内容占到67%。我在现场边刷动态边看直播，明显能感到一个趋势，带有动态展示的内容互动比静态高了 1.8 倍，走路比摆拍更有说服力。王一博是这次的转折点。开头几张外网生图状态一般，有人说疲态挡不住，可进场后一套黄绿撞色披肩配衬衫，卷发打光，对着镜头抬下巴，那一瞬的自信把质疑压回去。后来几场同框图出来，脸部轮廓在强光下更干净，少年气又回来了。业内有人评价他带货力的根源是理解品牌内核，这话不假。真正能打的不只是脸，是和品牌调性的契合度。刘诗诗的又嫩了，是我这次最服气的生图。黑大衣配牛仔裤，松松垮垮的优雅，不靠夸张高定，落地的，这很她。脱下墨镜，肤感像开了柔焦，但又不是滤镜那种假白，是睡饱了的好气色。她站在台阶边，风从侧面吹，发骚动了一下，镜头里的人突然有了故事。靠的是稳，30多岁的脸，但眼神不怕近拍，松弛里带锋利。同样靠状态赢的还有张若楠，她不是甜妹了，至少那晚不是。纪梵希的红吊带裙在灯下偏蓝，特别衬她皮肤，侧脸线条收得干净，黑长直不做卷，反而把年轻的锐气压出来。很多红裙会显老，她没有，是因为脸上那点青涩还在。现场看她和范丞丞坐在同台，两人的风格拉得很开，一个明媚，一个想冷下来，但被镜头欺负了。说到范丞丞，这次确实有点同场不同命。蓝衬衫配同色牛仔裤，
本来是提高腰线的打法，但门口的人群一挤，摄影机角度低，1.8米几的个子被拍成了55分。G 摄镜头下妆面略脏，这种近景最容易放大问题。进场打光一个，状态回来了些，可这就是时装周最现实的一刻，现场秩序、镜头角度、灯光色温都能决定你那天的风评。我不觉得他状态差，只是没赢在条件上。想起他前阵子靠一段刀马生图帅出圈，时尚场合跟剧照不同，容错率很低。蔡徐坤那天的皮衣很讲究，宽肩窄腰，线条锋利，是巨星光的标准答案。有意思的是，官方国际账号那天只发了他一个亚洲明星的图，这个信号比夸更硬。你能感觉他在巴黎的存在感不是靠花哨，而是把比利做成了雕塑。现实是冷的，镜头里比利就是王。另一边，热巴的复古法式风赢了风格统一，剪裁贴合，色调压稳，像一幅定下来的画。她走过廊桥时，裙摆刚好擦到路沿，礼服的长度算得很准。反倒是 Lisa 这次偏随意，短裤和轻量上装放在高端秀场里容易显单薄，层次感不足，没有引发更大波澜。你看，时装周是情绪的，但也是秩序的，离开了场域的规则，就容易被吞没。周也的西装选得稳，可稳过了头。她的脸本该活泼，但窄脖头加深色肩线压住了青春，这套在办公室里是 A， 在秀场里就憋。媒体还给她写了很多诗一样的形容，花里胡哨的，反倒引来过度修辞的争议。数据也不骗人，话题阅读量 5.6 亿，正负面评价3.2，专业编辑给到 6.2 分，确实与模特的 8.7 分有差距。我的感觉是，他不该被成熟压着走，年轻就是他的语言。男星里，邓为在迪奥那场很舒服，他选了极简线条，走路不急，肩背打开，衣服像安静地贴在他身上。你不会第一眼惊艳，但看3秒就顺眼。时尚的另一面就是这样，不是所有惊喜都要喊出来。把镜头往外拉一点，这一季的趋势已经被总结得很清楚了。Mytheresa 的 Tiffany Sue 直接点名 Ella、Saint Laurent 很稳 ，Caperni、The Row 展示方式，皮毛一体大衣，波西米亚风继续当主角，甚至连必备单品都列到品牌了，比如 Magda Butrym 的羊剪绒外套。还有一个细节 ，Dior 去年秋冬秀里红色出现频率 23%，Valentino 的全红造型占了 42%。你再看张若楠那条红裙，就知道为什么今年红这么好使。明星与时装周的关系，从来不是谁借谁而已，像拉扯的风筝线。品牌要扩散，明星要定位，社媒要故事。2023年后，全球时尚产业把营销预算越推越高，社媒推广占到 39%， 设计研发反而降到 18%。这不是行业偷懒，是生态变化，眼球变贵了，话题成了硬通货。也因此，生图翻车与场内逆袭这种戏剧桥段就变成了必然。王一博的这次逆风翻盘不是唯一的案例。去年宋慧乔在巴黎也走过同样的路，一套 oversize 黑西装被吐槽显老，随即用白色鱼尾礼服拉回口碑。对比之下，莱昂纳多在米兰那次随意也没伤到事业，但话题提醒了所有人，连国际巨星都可能被不合时宜的造型吃掉。回到情绪层面，这届看下来，我对真实状态的容忍更高了。不是每张脸都要像修过图，不是每个瞬间都要赢，但有几个原则在这季被反复验证：比例优先，动态胜过静态，风格要和场合说话，和品牌谈恋爱要谈得来。你也许不会在每一场都当主角，但至少别被角度、灯光和人群打败。时装周的魅力从来不只在 T 台，它发生在街角转身、楼梯回眸、座位之间的那3秒。刘诗诗把松弛翻译成高级，王一博把自信交还给镜头，张若楠从甜转红不显老，
范丞丞输在角度，但没输在底子。热巴用法式复古稳住了牌桌 ，Lisa 这次轻了点，周也还在找他的关键词。邓为用简洁给了男装一口气。等到灯灭的一刻，你会发现真正留下来的是理解力。衣服会变，热度会散，能被记住的是那些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人。在娱乐圈和时尚圈，王一博一直是一个极具争议又极具话题度的人物，尤其是在巴黎时装周的出现，更是让他成为全网热议的焦点。有人说他的生图不够完美，有人用放大镜去找瑕疵，甚至给出了翻车的评价。然而，当真正走进场内，王一博用气场、用状态、用专业度，给了所有人一个响亮的回应。他不仅逆袭了那些质疑的声音，更让这场巴黎之旅成为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。事实上，巴黎秀场的王一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赢家。时尚圈从来不缺乏漂亮的脸蛋，也不缺乏身材比例优越的模特，但时尚真正看重的是一个人独特的气质与表达力。王一博的优势恰恰就在这里。或许在一些未经修饰的生图中，光线、角度会影响他的状态，但在专业舞台的氛围和镜头下，他展现出来的姿态与气场，完全超越了照片的局限。很多网友在看过秀场视频后，都惊呼：生图根本挡不住王一博的气质，他一走动起来，整个人就亮了。这种由内而外散发的能量，正是他在巴黎时装周逆袭的关键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王一博的时尚成长是一步一个脚印积累而成的。他从最初被调侃为小少爷，到现在被认可为全能玩家，这其中的蜕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。他用一次次的尝试和突破，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一个顶流偶像，更是一个能够在国际时尚舞台上自如掌控全场的时尚力担当。这种逆袭背后，藏着他对细节的把控与对专业的执着。很多品牌选择他，不仅是因为流量和影响力，更是因为他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诠释品牌精神。巴黎时装周是一个全球瞩目的大舞台，能在这个舞台上逆袭，不仅仅需要外貌，更需要内在气质与舞台张力。王一博恰恰做到了这一点。无论是眼神中的自信，还是举手投足之间的从容，他都让观众感受到一种无法忽视的力量。这种气场的展现，不是靠生图能完全捕捉的，而是要亲眼去见证，才能体会到那份经验。于是，最初因为生图产生质疑的人，在看过完整现场后，反而变成了他的赞赏者。这种反差，正是他在巴黎时装周最大的胜利。这一次的经历，也让我们看清了一个事实：时尚不该被单一的照片定义。尤其是对于像王一博这样拥有多维魅力的人来说，他的吸引力不止于静止的画面，而是更在于动态的表现力。每一个回眸，每一个步伐，都有独特的张力。巴黎时装周的舞台，正好成了他释放这种力量的最佳平台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才能从生图翻车的讨论声中逆袭而出，成为所有人心中的赢家。王一博的故事，其实也是许多年轻人能够得到启发的缩影。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因为一时的外在评价而怀疑自己，甚至陷入焦虑。但真正重要的，并不是别人用片面角度看到的那一面，而是我们在关键舞台，在真实表达中展现出来的力量。就像王一博一样，他没有被生图翻车的声音击倒，而是用实际表现去证明，真正的价值和魅力，不是靠别人定论的，而是靠自己一步步展示的。这种从容与自信，来自于长期的积累。王一博在时尚圈的蜕变，其实背后是无数次的磨练。他不断学习如何与镜头互动，如何理解品牌背后的文化，如何用身体和气质去讲故事。正是这些努力，让他在巴黎时装周的舞台上游刃有余，不仅惊艳了现场观众，也让外界看到了一个更立体、更真实的王一博。可以说，他不仅仅是在走秀，而是在用自己的成长，写下一个关于逆袭的故事。
从生徒翻车到全场焦点，这一路的反转，也让我们看到，所谓顶流，从来不是虚名，而是经历无数质疑依旧屹立不倒的底气。王一博在巴黎的表现，不仅赢得了品牌的认可，也赢得了行业的尊重。这种尊重，比任何照片带来的话题更有分量，因为这意味着他已经不再是被动接受标签的艺人，而是能够主导属于自己的时尚话语权。或许对于粉丝而言，这场逆袭最大的意义在于，他们看到了一个不断突破自我的王一博。无论是荧幕上的角色，还是舞台上的表演，亦或是时尚秀场的亮相，他都在不断刷新外界对他的认知。每一次登场，都是一次新的证明。于是，粉丝们会更加坚定，追随这样的偶像是一种骄傲。而对于更多年轻观众来说，王一博在巴黎的逆袭带来了一种鼓励。人生中总会有生徒翻车的时刻，总会有人质疑你、挑剔你，但这些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是否能像他一样，保持专注与自信，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，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。当你能做到这一点时，那些质疑自然会被逆袭所取代，你的人生舞台也会因此更加精彩。最终，王一博用这场巴黎时装周的亮相，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：外界的声音永远多样，但真正能定义自己的人，只有自己。他不是因为一张生图而被限制，也不是因为一时的质疑而退缩，他用行动证明了，真正的赢家是敢于面对挑战，敢于在舞台上释放最真实力量的人。这一季巴黎，王一博无疑是最大的赢家，而他的故事也将继续激励更多人，在自己的舞台上完成属于自己的逆袭。你是否也在生活中经历过生徒翻车的时刻？也许别人一时的评价让你怀疑过自己，但请记住，真正的价值不在于照片，而在于你在关键时刻能否展现出最真实的力量。王一博的逆袭，不仅是他的高光瞬间，也是一份对所有年轻人的提醒，不要被外界定义，学会用行动去证明自己。因为真正的赢家，永远是敢于逆袭、敢于发光的你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